我跟周文川要离婚了。当初太冲动，两个人都没想好，造成了一场闹剧。我怕我爸妈受不了，尤其是你妈还那么爱面子，决定先签协议，1年后再找个借口公开。你为什么仓促结婚？我并没有仓促啊，我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可以理解，你为了回家拿回二叔手里的东西，但你说的这个理由，我不相信。我的私事啊，不喜欢跟外人讨论。天还没亮，你再去睡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弗兰克起床之后，我让他给你送早餐过去。你过去对婚姻的态度一直很慎重，考虑得多。你还说过自己对婚姻没什么诉求，有朝一日结婚都是为了家里人。这次真让人意外。也许这个就是对人不对事吧。你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就继续工作了。一起吃饭。你们吃吧，谢谢你昨天带我过来。不客气啊。那我先走了。大哥，什么时候来的？等了23分钟了。在外面等太久，实在饿了，方便我跟你一起吃个早饭吗？随便啊。这么久没见大哥，不一起吃个早饭吗？你们吃吧，我约了导师。我让车送你。不用了。哎呀，你就这么坐飞机走了。虽然你们两人合法夫妻，但是男女之间相处也得用点小心思。你就是太迁就他了。我怎么迁就了？过去我妈带队比赛，我爸只要工作不忙，就跟着她到处玩，既省酒店钱又能旅游。你爸妈在一块儿多少年了？老夫老妻了，肯定对方想干点什么一眼就能识破。你们俩不一样啊，刚在一块儿，刚结婚，对彼此还不熟悉，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点那种小技巧、小心思啊。什么小心思啊？哎，你不好奇他的表字吗？是什么？长风。
长风，长风至而波起兮，若立山之孤母。世博岸，而相激兮；爱交矣，而却会。你果然说得出。在西安，我是说你在西安的那几天，我也在，不过没见到你，倒是听他说起过你。他说什么？说你们认识的过程特别浪漫。明明是尴尬。帮我和周晨晨说一声，不等他了。好，哎，辛苦。很高兴认识你。我也是，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如果以后你遇到什么困难，随时找我。好，拜拜。再见。强迫症。我看你看得专注，就没有去打扰你。来，结婚戒指啊？十一，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前几天我洗手的时候啊，把戒指摘了下来。洗完手突然有事情发生，我就出去了。等我回来的时候，
让你和太太躺一张床上，很为难吗？我不是为难，我是怕打扰到你睡觉。已经醒了。不接着睡了？睡啊！你回来之前，我睡得不安稳，现在头昏沉沉的，还想睡。再睡会儿吧。嗯。我送你花，你不表示点什么？我一直以来都不太会说话，你总是给我惊喜，惊喜多到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你拿什么回报我？回报？你想我怎么回报？让我睡着。你平时怎么样比较容易睡着啊？听歌，或者听诗词，慢慢听一会儿就睡着了。小时候，我妈为了让我背诗词，每天睡前都给我念，习惯了。那就诗词吧。那我能点吗？不用念全，随便一两句。可以啊。白居易。昨晚饮太多，巍峨连宵醉。今朝餐又饱，烂漫宜时睡。不许逗我笑，我困了。我在应你的要求，好好的背诗。你故意的，专门挑这句。昨晚喝多了，今天又吃饱了，故意逗我。好，那我好好背。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墨下驱尘香，花服余眼废。盛来有佳色，宴罢余芳气。不点了。1、2、3、4、5、6、7、8、9、10、11。能随时叫我，咱俩住的这么近。好，我走你。好，拜拜。
说，我叫杜峰。作为多年朋友，我得提醒你一句，你老公……我跟他已经签了分居协议，没公开。Ich glaube es nicht, dass er so getan hat. Nach dem Verfahren müssen wir es ermitteln. Obwohl die Anklage absurd ist, ist er einverstanden, all seine Finanzen ermitteln zu lassen. “你回来了。在这儿吃东西啊？我今天碰到你弟弟了。他找的你啊？嗯。这个戒指是他给你的？嗯。他是不是还跟你讲了我跟童家人之间的关系啊？嗯。讲了多少？要不要我再补充一些什么？你不怕我生气啊？我相信你是有思考能力的人。这是你弄丢那个戒指吗？对。没人会这么傻啊，把刻有结婚日期的戒指当做礼物送给别人。可能谁捡到给了童家人，让你弟弟误会了吧？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你不和他解释一下？不用解释啊，我跟他没什么好解释的。我跟童家人从小就认识了，我们上的都是同一所学校，也在一起留学，就是在同一个研究院里，偶尔在合作上也有一些交流。后来，他的姐姐嫁给了我叔叔，我们就取消婚约了。再后来，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跟文川结婚了。他姐姐就是小人的妈妈。那在你家没见过呀？小人的妈妈在小人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师爷，之前我对于婚姻没有任何的想法，都是遵循家里的意见。如果有什么做的不对，让你不开心的地方，我跟你道歉。让你为过去的事道歉，显得我不讲道理。昨晚外婆还打电话教我，说夫妻之间不要处处的讲道理，要讲感情。她跟我说，如果我惹你生气了，让你不高兴、难过了，我就要先道歉，这样的话一定不会错。他知道我来了？知道。你看着我干嘛？你真的不生气啊？别怕，别怕。睡着了？吓坏了吧？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车里，如果我也在，还能好一点。事出突然，又在陌生的地方，肯定更害怕。
我已经叫律师去警察局问了，他刚来没几天，你实验室那边又出了问题。喝杯热水吧。还在想刚刚的事情啊？不是故意想，就是一遍遍在脑子里过。刚刚只是单纯的意外。我们去的那家花店附近有一个大厦，大厦里面的商铺，2个长期雇佣的物流公司起了一些冲突，我们只是运气不好，恰巧碰到了。我原本是想去买一束干花送给你，谢谢你做的晚餐，没想到竟然发生这种事情。你都安慰我一整晚了，说点别的。有一件事情，我本来想在买完花之后再告诉你的。什么？工作交接比我想象的要麻烦，所以这次可能要你自己先回国了。那要多久你才能回家？这个还不清楚。工作嘛，没办法的。尽快。一定尽快。好像今天都是坏事情和坏消息。我能做点什么让你开心点吗？花言巧语。什么花言巧语？说点花言巧语哄哄我。好。没了。我在想接下来要说的话。我长得很好看，对吗？是不是在你认识的人里面算好看的？或者有比我长得更美的？没有，没有比你长得还好看的女生了。家里只有这个面了，而且其他的调料都不全，我尽量把它做到最好。我之前在西安的一个工业园区里住过2个月，当时那边刚刚筹建，所以附近没有吃的东西。有的时候一忙呢，也经常忙过饭点，我就跟和善的妈妈学了这个。但当时啊，我都是在电话里学的，期间呢失败过很多次。不过我现在做，基本可以稳定发挥了。天天吃这个也会腻吧？我可以做各种口味啊，各种各样的我都会做。这些啊，我全是跟我那些学生的家长取经学来的。
我的这些学生啊，没有一个会做饭的。看你做饭像做实验一样。有的人就在厨房里面做实验。厨房能做出什么？之前有一个化学家在厨房里做实验，不小心碰倒了硫酸和硝石粉，他怕被他的太太骂，所以就随手拿起了一个最近的围裙，及时把它擦干净之后拿出去晒干。本来他想把整个事情瞒过去，但最后被他老婆发现了。围裙炸成了碎片。不过他因为这件事发现了第一个可以爆炸的纤维——硝基纤维素。看你做饭真有意思，有的吃，有的听。昨天听你说要煮面，我还以为是方便面呢。我以前啊，确实煮的都是方便面，但过后我学会了所有面的做法。你特别爱吃面啊？专门学这些？之前是觉得方便，我认为面是最方便的主食，它既可以满足中国人的胃，也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做出最快捷的食物。可怜。可怜？长期吃一种食物，营养不均衡。等回了上海，我们少吃面食，多吃各种菜。我跟你走。好啊，走。来，尝一尝。好吃。你不做研究员也能开面馆？我自己的厨艺我自己很了解，不值得夸。我喜欢。等我回去。等我回去之后，我们就住一个房间。我给你拿瓶水。是不是我辣椒放的太多了？我下次注意。林叔说了，没婚宴不算结婚。我同意。那我在书房给你搭张行军床，你不介意吧？不介意。不介意。你没给自己做一碗？啊，我已经吃过了。我们两个人的生物钟差了3个小时。你怎么知道我几点起床？你之前在我们家的时候，我留意过。也对，你们家喜欢5点吃早餐，每次我起来啊，大家早吃完了。好吃。来，吹风机。你留着吧，不是没有吗？等一下。